群雄割据的混乱年代，战火蔓延在九州大地。燕国大王决定御驾亲征，留在城中的公主燕菲儿心神不宁，询问大将军慕容学虎父亲这一战能否得胜归来。慕容是菲儿的武术老师，他15岁就跟随大王出征，见识过他主宰战场的英姿，便安慰菲儿不要担心，大王一定能平安归来。然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上阵那一刻没人能保证自己可以活着回来。四周喊杀声震天，士兵们冲锋陷阵，不断有人受伤死亡，大王也没能幸免，敌人的箭雨瞄准了他的胸膛。大王被带回主帅营，他伤势过重无法再领军，有下属将一位燕姓将军推出请他带军，但大王却更加主意慕容，他将自己的指挥权交给慕容，叮嘱他务必带着将士们赢得胜利，同时要提防那些看不见的敌人。这话颇有深意，只是慕容当时并未领会。菲儿得知父亲受伤，一刻不敢耽搁来到主帅营，许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。大王打算将整个燕国和自己的女儿都托付给慕容，于是便嘱咐菲儿一定要将镇国宝剑飞燕刃交到慕容手里。此时慕容正在战场上厮杀，燕将军来到大王身边，营帐里只有他们二人。燕将军问大王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儿，也不把指挥权交给自己这个亲侄子。大王质问燕将军知不知道自己的部下死伤了多少，燕将军却认为既然上了战场，就应该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了大业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。这就是大王不认可他的原因。将士们也是燕国的子民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但绝对不是去白白送死。燕将军见大王心意已决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，连自己的亲叔叔都下得了手，可见此人狼子野心。大王轰誓举国哀悼，没有人知道燕将军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处理完大王的后事，当务之急就是另立新君。老臣滕公站了出来，表示大王生前有言，如果此战遭遇不测，便将王位传给慕容学虎。话音刚落，以燕将军为首的几个臣子表示质疑，不相信大王会把王位传给一个外人。菲儿拿着飞燕刃正要开口佐证，慕容却先一步跪在他面前，表示飞燕刃在手，大王定是将王位传给了公主，接着表明自己愿誓死效忠大燕国和公主。滕公一行人闻言也跪倒一片，表示愿意追随公主。燕将军的左膀右臂刁二豹再次跳出来，说王位向来传男不传女，说不定是大王临终前犯了糊涂。慕容容不得有人诋毁先王，抽出宝剑指向刁二豹，不准他出言不逊。燕将军也用剑指着慕容，称大燕国以武立国，公主一介女流，恐怕难堪大任。菲儿当即立下誓言，即日起开始接受军训，下次敌国来犯，他会领兵出征，斩下来将人头。训练结束前，由滕公暂掌朝政。散朝后，菲儿问慕容为什么不愿意接过王位，慕容表示只有菲儿登基才更名正言顺，这样才能稳住民心。他劝慰菲儿不要害怕，并表示一定会尽全力辅佐他，让他成为最英勇的战士和最合格的女王。之后，从骑射到近身格斗，慕容对菲儿进行了严苛的训练，两人都不曾有一丝懈怠。然而，心怀歹意的燕将军从没想过罢手，他始终认为妇人治国是个笑话。于是他找到一个披头散发的老者，要求他让公主消失。老者派出一队人马，趁菲儿独处时将他包围。菲儿骑着马突出重围，对方亦是穷追不舍，并朝他射出特制的羽毛针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头戴斗笠的男人将菲儿救下。公主在军营里失踪，燕将军和刁二豹一唱一和，一说慕容失职应该被问罪，二说公主应该是自知难当大任故而临阵脱逃。滕公据理力争，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找回公主，到时候真相自然会大白。心中有愧的慕容成了寻找菲儿的主力军，况且他和菲儿青梅竹马，早就对他一往情深。此时菲儿被男人带回了家，这是一间依山傍水的林中小屋，流水潺潺，鸟语阵阵，屋旁还有男人亲手搭建的架子，这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王国。男人帮菲儿拔出淬了毒的羽毛针，并拿出自己搜集的草药为他疗伤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菲儿从梦中醒来，他想立刻回到燕国，但身体状况却并不乐观。男人劝菲儿安心养伤，并将煮好的药汤端了进来，嘱咐他要连服3天，等伤好了自己也不会多留他。菲儿喝下药，询问对方的名字，并向他道谢。男人只说自己名叫段兰泉，其他的便没有再透露。此时慕容便寻不见菲儿的身影，只在林中发现一根插在树干上的羽毛针，以及一把朔月刀。据说持有这刀的是威名远扬的朔月战士，他们早在10年前被各国联手剿灭。朝堂上，燕将军借机发难，指责公主临阵脱逃，主动放弃王位，并提出要马上另立君主。养伤的这段时间，菲儿和段兰泉一起取蜂蜜，一起被蜜蜂蛰，因为嫌段兰泉煮的饭太难吃，他洗手做起了羹汤。段兰泉问菲儿为什么要当兵，菲儿表示责任感驱使，
段蓝泉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，他十分抵触战争。如今世道不太平，大国小国为了攫取利益纷争不断，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。也正是因为无力阻止战争，又不忍心看着百姓流离失所，段蓝泉便隐居在了山中。他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做一个巨大的天灯，乘着它飞上九霄云外。段蓝泉神采飞扬地描述自己的梦想，菲儿也很感兴趣。可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是短暂的，他的伤已经痊愈，到了离开的时候。翌日清晨，带着段蓝泉帮自己收拾的包袱，菲儿依依不舍地上马离开。段蓝泉本不想面对分离，最终还是决定送他一程。两人骑着马来到树林外，一直没放弃的慕容也带着队伍找到了这里。看到菲儿无恙，他难掩激动之情，当即下跪表示自己救驾来迟。段蓝泉这才知道菲儿的公主身份。菲儿跟着慕容返回都城，途中探子来报，赵国兵临城下大举进攻，燕将军却以此要挟滕公交出王印，否则便不出兵抗敌。滕公只得亲自带兵迎敌，但眼下两国兵力悬殊，形势十分险峻。慕容和菲儿来到帅营，如今前有狼后有虎，要想取胜势必不能硬刚。慕容分析，如果赵国知道领兵的是公主，一定会将她作为首杀目标，他们要做的就是以公主为饵，诱敌深入。滕公觉得这样有些冒险，菲儿表示只要能打赢这一仗，自己愿意当这个诱饵。计划很顺利，赵王父子好大喜功掉进了埋伏，后双双被逮捕，但菲儿却并没有杀掉他们。他无法杀掉赵国所有人，也不愿再制造仇恨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希望战争能在这一带结束。赵王父子被放走，捡回一条命的他们选择了撤兵。燕国大获全胜，菲儿班师回朝。玩忽职守的刁二豹一行人被革职，燕将军也因拥兵自重图谋皇位被罢黜，但他断然不会轻易认输，很快便找到老者，配置了见血封喉没有解药的奇毒，筹谋着一个歹毒的计划。登基大典在即，菲儿却无心王位，心里总是想着段蓝泉和他的天灯。菲儿的失神自然逃不过慕容的眼睛，他像从前一样询问菲儿有什么心事。菲儿没有隐瞒，向他说起了段蓝泉。慕容想起那把朔月刀，段蓝泉应该就是当时名声赫赫的朔月战士。他们是一支英勇无匹的队伍，纵横南北从无败绩，这也招来了十国的忌惮。于是在一个雨夜，十国联手诛杀了朔月战士，只有段蓝泉死里逃生活了下来。登基大典上，菲儿将王位禅让给了慕容，骑着一匹快马赶往树林。此时段蓝泉的天灯也已经完成，两人乘着它飞在高空，看到了他们此生未曾见过的风景，也在这一天确定了要相守一生。此时慕容接到燕将军私自调动旧部，意图围城造反的消息，他第一时间来到林中，让段蓝泉带着菲儿尽快离开。等慕容回到城中，燕将军已经杀掉了滕公一行人，并在城中设下重重埋伏。慕容本欲和燕将军决一死战，部下劝他这里是个圈套，当务之急是拿着飞燕刃速速出城。他的部下在城外的鸡公山待命。此时段蓝泉和菲儿也遭到了袭击，是那帮带着毒针的杀手，两人拼死抵抗。段蓝泉身中毒针，想必燕国也出了乱子。他知道菲儿心中还记挂着百姓，安慰他不要担心，先回去救国，自己的毒3天就能解。菲儿反复确认段蓝泉伤势后离开了木屋，殊不知这次的毒无药可解。慕容快马加鞭来到鸡公山，却得知军营被烧，大部队伤亡惨重。慕容看着自己寥寥无几的兵，不愿再让他们去送死，他遣散了残部，只身一人来到燕将军面前。燕将军身后是万千将士，慕容却毫无惧色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霸气。他在万军之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最终身受重伤跪倒在地。这时菲儿骑着马冲进包围圈，燕将军自认胜券在握，便将首任燕王一事说了出来，还叫嚣着让菲儿找自己报仇。这话激怒了菲儿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菲儿手持飞燕刃和燕将军缠斗在一起，几招之后被打倒在地。燕将军得意忘形地踩在菲儿身上，却被他用一根长矛反杀。一旁的慕容本就靠一口气挺着，看到菲儿获胜，终于支撑不住倒下。段蓝泉和慕容都离开了菲儿，为了燕国的百姓，他登基称王，为缔造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而努力。